我买彩票中了2000万，正要告诉幼师女朋友，却看到他发朋友圈，他坐迈巴赫上，穿高定吊带裙，膝盖微微发红。又是羡慕别人儿子的一天，子轩爸爸好优秀。迈巴赫，子轩爸爸破案了，他勾搭上的人是我老板。我一下慌了，因为我正攥着老板的检测报告，上面一行大字 HIV 胰抗体阳性。今天七夕，也是周六，跟周雪说好了约会逛街，我还花半个月工资买了套香奈儿，准备送她。老板却不做人，用扣工资威胁我回去加班，还要我下班后去一家男科医院取检测报告。回到家已是晚上9点，周雪肯定因为我的失约在生气，一天没理我。小雪，我错了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只要你原谅我。发过去的消息依然石沉大海。我叹气，看来这次又要哄好几天。等到9点半，我想起白天在公司楼下买的大乐透，搜出开奖结果，拿着彩票细细比对，确认中1等奖时，我心脏狂跳。奖金2000万，交完税也有1600万，天降巨富。我第一时间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周雪，她总是抱怨我穷，工作差，怕我娶不起她，怕以后跟我受苦。现在我很期待她得知我中2000万的反应，肯定是把我夸上天。能被她夸奖是我最大的追求。正要给周雪发消息，我却看到她发朋友圈，不由点进去，眉头皱起。她居然发了张坐在豪车副驾上的照片。又是羡慕别人儿子的一天，子轩爸爸好优秀。时间3分钟前，照片上的人肯定是他本人，我一眼就能认出。但我买不起的高定吊带裙和他膝盖处引人遐思的红痕，让我大脑一片空白。他弟弟周小磊点赞并评论：姐快拿下他，不比王向耀那个穷比强。周雪回复：轻松拿下调皮，我就是王向耀，那个穷比。我看着这条朋友圈，拳头不自觉攥紧。这几年我掏心掏肺对他好，即便他喜欢贬低我，我也认为是我没给够安全感。却没想到他真是嘴脸如此丑陋。当初朋友听说我找的女朋友是幼师，劝我分手，我不听，还差点跟对方打起来。现在想想脸真疼。周雪出轨已是板上钉钉，我把照片保存，准备找周雪问清楚。我们还在交往，他嫌我穷可以分手，为什么选择给我戴绿帽？点开照片那一刻我却愣住，他坐的这辆豪车是迈巴赫，内饰跟我老板张新阳的座驾一模一样。他儿子我见过，也叫子轩。操，这狗屎老板压榨我工作也就罢了，现在又勾搭我女朋友，这跟在我头上拉屎有何区别？强忍怒火，想再研究研究周雪发的这条朋友圈，一刷新却是消失不见，多半是删掉屏蔽我重发了。不过我已截图保存。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张新阳的检测报告，突然想起取报告时护士对我的态度，刻意避让，看我的眼神嘲讽又同情。所以这是检查了什么？不会是脏病吧？想到张新阳勾搭周雪，我不再墨迹，迅速拆开文件袋，里面赫然是他的 HIV 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。结论那里大大的一行字 HIV 胰抗体阳性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没关注过这个东西的我一脸茫然。打开手机搜索，很快确认他有大脏病。我一下慌了，周雪跟个可能有脏病的男人鬼混，我又跟他牵过手亲过吻，我岂不是也有感染风险？没心情去找周雪对峙，我又去搜索症状，除了恶心和膝关节有点疼，别的一个都没对上。但我是恶心这对狗男女，膝关节疼是最近工作量大，跑腿跑多了。不过保险起见，我还是打算去医院看看。把检测报告塞回去，把文件袋恢复如初，转手把准备要送给周雪的香奈儿挂某鱼上。这礼物是不用送了，退也不可能，还是卖二手回点血。我忍着恶心，收拾好他留在这里的所有东西，塞进纸箱封死。我现在要跟周雪分手，这些东西自然要归还。过了0点，周雪才出现。王向耀，你怎么这么没诚意？七夕对我就没任何表示，你人呢？送我的礼物又在哪里？你是不是打算把这一天糊弄过去啊？换以前我早屁颠跑到他家楼下，好声好气把他哄下来，再乖乖把礼物奉上。现在我却无动于衷，甚至一阵反胃。不过现在不是跟他撕破脸的时候，我还有张银行卡在他那里，我得先补卡，把钱弄回来。为什么不直接把卡要回？想到他勾搭的男人有脏病，我就觉得那卡也脏。我冷笑回他，礼物明天送你，放心，绝对是个大惊喜。时间不早，我睡了。这就是你的态度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的礼物最好别让我失望，否则要你好看。周雪威胁。我没再回应，躺在床上想起我跟他的种种，真没想到我跟这样的女人恋爱了2年半。当初他追的我，那天我和几个朋友吃海底捞，他过来找我搭讪，帅哥认识一下。他外表清纯可人，又热情主动，我很快沦陷。我们度过一段美好惬意的时光。最近1年，
我们开始谈婚论嫁，他对我的意见渐渐变多。他说我工作一般，赚钱能力不行，这样怎么给他一个幸福安稳的家？想娶她必须给彩礼50万，还要有车有房。我爱他如命，自然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。努力到现在，车已经有了，房我爸妈早把首付准备好，彩礼我攒了45万，就存在周雪保管的银行卡里。现在我意外看清周雪的真实面目，当然不可能再和她结婚。只是我真的爱过她，猛地放下，还是心痛。第二天，我叫跑腿把那箱东西送周雪家，然后去银行补卡。一查卡上余额45万，只剩20块5毛。我浑身发冷，这可是我没日没夜工作2年才攒下的钱，周雪给我花哪里了？先生，还要补卡吗？柜员礼貌催促。我很快冷静下来，不管周雪对这45万做了什么，我们只是男女朋友，我更没有把这笔钱赠予给她，那她就必须还我。我对柜员说，暂时不补了，麻烦你帮我打印这张卡过去1年的交易明细。看到打印出的交易明细，我都气笑了。就是这半个月的事，周雪连着9天从我这张卡给自己转钱，每天都是顶额5万的转账。就这，她还有脸勾搭子轩爸爸，给我戴绿帽。就在这时，周雪打来电话，刚接起，就听到她在那里骂：“王香耀，你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你给我的七夕礼物？你是不是脑袋让驴踢了？”我跟柜员道谢，走出银行，冷声对周雪说：“我要跟你分手，银行卡那45万还我。”她愣了好几秒，冷笑：“给我了就是我的钱，分手是吧？老娘答应了，你赶紧滚蛋！攀上了有钱人，他也不装了，尽是丑恶嘴脸。”我真觉得自己以前眼下，这么久了才看清这个人。我早开了电话录音，我问他：“你是说这钱你不打算还了，要赖掉是吧？”他像个无赖，我就赖掉怎样？你能拿我怎么办？有种你去告我，你浪费我那么多时间，给点钱怎么了？我冷静道：“周雪，这笔钱当初说好的是我攒的彩礼钱，你也答应过不会动他一分。现在我们分手，你理应把钱还我。既然你要赖掉，那我现在报警。”周雪急了：“王向耀，你一定要闹得这么难看？你穷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这么小心眼儿？看看他说的什么鬼话，自己贪钱还反咬我一口。”不想跟他废话，一句警局见，我挂上电话。我直接报警，说周雪侵占我财产。1个小时后，我跟周雪一家在警局碰面，他上来就给我一巴掌，带着哭腔控诉我：“你是不是出轨了？突然要跟我分手？说好的彩礼也急着要回去。”我扬手，更重的一巴掌甩回去：“妈的，贼喊抓贼是吧？你昨天跟张新阳鬼混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”周雪变了脸色，捂脸问我：“你看到了？你怎么会认识他？”他从不关心我在哪里上班，只在意我每个月能赚多少钱，自然不知道我是张新阳的员工。周爸和周小磊要冲过来揍我，我拎起凳子准备反击，把凳子放下，你们全部退回去。你们当这是什么地方？警察喝令，我们全都老实。我早把我跟周雪关于这笔钱的聊天记录、银行卡交易明细以及他昨天发的朋友圈截图提交给警察。看到朋友圈截图，周雪不再演戏，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。我是喜欢上张新阳，谁让你又穷又抠，50万彩礼都攒这么久，认识你我真是倒8辈子霉。警察冷声阻止他说下去，这里不是菜市场，要吵架外面吵去。周雪，这笔钱你现在还回去，否则他完全可以去法院起诉你。我淡淡提醒周雪，张新阳好歹是个大老板，你要是因为当老赖蹲监狱了，他这个金龟婿可就跑了。周雪顿时慌了，看向他家人：“爸妈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不能坐牢。小磊，你那里还剩多少？”周小磊两手一摊：“没了，全用光了。”我心里发冷，好啊，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了2年的钱，他们半个月就花了，我才不管他们花在谁身上，现在只想把钱要回，1分钱都不要便宜他们。周小磊恨恨看着我，这种人就是废物姐，你当初怎么就看上了他？这么点钱都斤斤计较。他突然眼睛一亮，姐夫不是有钱吗？都开迈巴赫了，拿出个几10万肯定没问题。姐，你快把他叫来。好家伙，我们才分手他就叫张新阳姐夫，为了钱脸都不要了。周雪却是一脸犹豫，可他还没离婚。是的，他不光出轨给我戴绿帽，还插足别人婚姻，不然张新阳怎么会是子轩爸爸？我跟警察在旁边冷漠看戏，周雪却走过来，好声好气跟我说：“王向耀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们好歹谈了2年半，这笔钱就当分手费行不行？”我惊愕，怎么没发现这女人脸皮这么厚？那我是不是该问你要戴绿帽的精神损失费？你哪来的脸？警察同志，看来这笔钱他不想给，我要直接起诉他，让他身败名裂。以前我对他温柔呵护，无微不至，但知道了他的真实嘴脸，我现在比谁都狠。周雪一家顿时慌了，他赶忙说：“我这就联系张新阳，他不像你，比你大方多了，他很爱我，一定会给我出这笔钱。我也这么觉得，
我们公司好歹在 CBD 占了一层写字楼，张新阳作为老板，拿出这么点钱肯定没问题。2小时后，张新阳姗姗来迟，他一来就将周雪抱怀里。那个欺负你的兔崽子呢？在哪里？看着他抱着我喜欢了2年半的女人抱那么紧，我严重怀疑他是想尽快传染脏病给他，或许早就传染上了，再或许是周雪先得的病。想到这里我一阵恶心，先跟这对狗男女拉开距离。笑笑，你是不是瞎？你爹在这儿。张新阳看到我愣了2秒，讥笑道：哟，我还以为谁？这不是小王吗？原来你就是周雪男朋友啊。他又冷下脸，你工作不想要了，敢找小雪麻烦，我劝你赶紧滚，不然我开除你。我拿出手机对他们拍照，淡定道：45万是不想给了，那我现在就昭告天下，堂堂老板勾搭我女朋友，最重要的是你还是子轩爸爸。子轩妈妈知道了会不会让你净身出户？你他妈的张新阳很想揍我，但这里是警局，他很快忍住，怒瞪着我，咬牙切齿：你个穷小子，拿了这钱也发达不了，只要你敢收，我就让你在这一行没有容身之地，你以后别想找到工作。你是在威胁他？警察立即质问。张新阳嘿嘿一笑：没有的事，我这是要给他转钱。收到本就应得的钱，我对警察一番感谢，大步走出警局。他们几个很快跟来，周雪在张新阳的搂抱下对我冷嘲热讽：笑死了，前任是现任的打工仔，王向耀，你丢不丢人？周小磊笑看着我，不安好心道：穷比，你现在给我姐夫磕个头，你那个1个月2万5的工作可能还保得住。周雪爸妈差点成为我岳父岳母的2个人也对我言语攻击。张新阳冲我招手：快给我磕，我或许会大慈大悲放过你。我很庆幸跟周雪分手，要是真攒够了钱娶她，她一家这么奇葩，我以后的人生可想而知会有多惨。更庆幸昨天中了2000万，现在干什么都有底气。我看向张新阳：傻逼，真以为我看得上这破工作？你那么喜欢别人磕头，可以先死一死，到时候有的是人给你猛磕，骂完我就上车走人，猛轰油门，让他们吃尾气。他们在后面好一顿狗吠。当晚，张新阳在公司群里公布我被开除的消息，让我明天不用去了。我在群里艾特他：那小张，检测报告怎么办？我直接拍照发群里。他一下急了，直接发语音：你敢明天你滚过来，把报告给我交上来，你要是敢发，我就告诉你。群里没人敢说话，默默吃下这个大瓜。第二天我10点才到公司，不少同事向我行注目礼，毕竟我可是敢叫老板小张的人。我不敲门就走进老板办公室，检测报告和辞职报告一起交上去。你说的那个开除我不认可，你要是不让我正常离职，我就去找老板娘，我相信他会给我一个公道。张新阳怒瞪我：王向耀，你是不打算在这一行混了是吧？行行行，你现在去人事办离职，赶紧滚，我觉得这还不够，我还要离职补偿，+2，我要求今天就到账。他咬牙切齿：你穷疯了吧？我观音菩萨呀，对你这么好。但他为了堵我的嘴，还是如我所愿。真不错，+2，那可是快20万。我抱着东西下楼的时候，遇到周雪和周小磊，这对姐弟应该是过来视察张新阳的公司。周小磊拦住我去路：被赶出来了吧？穷逼，你说你何必呢？我姐的钱你是要回去了，但你丢了这么好一份工作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？周雪假惺惺：王向耀，其实我有打算嫁给你的，但你太穷了，不及张新阳1%，我实在不想委屈自己。还好你有自知之明，自己滚了，成全了我跟新阳。我抬头看着这对奇葩姐弟，指向旁边彩票店挂的祝贺购彩者中2000万的横幅，知道在说谁吗？说的就是我。他们闻言呆愣几秒，随后狂笑：太好笑了，穷比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就你中2000万，那我能中1个亿？周小磊笑得捂肚子。周雪同情看着我：王向耀，有病快去看医生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你们就当我有病好了。我无视他们嘲讽，快步离开。我先去医院检查，确定没有感染，才坐高铁去领奖。一切很顺利，1600万到手。这段时间，周雪频繁在朋友圈秀恩爱，也不屏蔽我，各种劲爆照片，大秀特秀。以前是我遇人不淑，原来他才是我最圆满的归宿。我瑞平，小张离婚了吗？就这么狂？他很快打来语音，怕是想喷我。我拒接加拉黑，没再理他。我开始忙着花钱，把所租的房子退了，换套大平层，然后把我爸妈接过来，让他们也享享福。他们得知我跟周雪分手，竟然催我去相亲，拗不过他们，我只好相亲和找工作一起进行，就算再有钱，也不能坐吃山空。然而我在 Boss 爱聘投了上百份简历，均是无人回应。后来我从一个 HR 那里得知，张新阳这个缺德玩意儿造谣我工作失误，造成公司巨大损失，导致我被整个行业拉黑。我以为他当初是吓唬我，没想到他真这么敢往我在他公司当了5年牛马，
他不仁，那我可就要不义了。我雇一伙人在他公司楼下拉横幅，一横幅上写张新阳你王八蛋，知三当三，婚内出轨；另一横幅狗屎京城老板，造谣诽谤，毁我前途。我还找人帮我代写一份让人声泪俱下的小作文，附上周雪发的那些劲爆照片，做成易拉宝跟横幅一并展示。时薪100，这伙人干得老起劲儿了，听说影响很大，好多人围观。不过1个小时，前女友周雪就打来电话，她理直气壮质问：王香要你什么意思？45万都给你了，你离职也给了你补偿，你闹这一出是不是还想要钱？你违法了知不知道？我冷冷回怼：你怎么不问你那个金龟婿做了什么好事？造我谣让我找不到工作，我反击一下还不行了？他沉默2秒，语气软下来：香耀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？我们好聚好散不行吗？张新阳正在办离婚，你现在搞这一出是在毁我幸福知道吗？哦，是吗？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看你们不信。我说完就挂电话。后来我雇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保安赶他们走，我就让他们去写字楼对面继续搞事，怕他们灰心又给他们涨薪。我可不是那些狗屎资本家，我最疼劳动人民。这件事成效显著，我正吃午饭，张新阳和他老婆李欣彤一前一后联系我。我在钱老板和钱老板娘之间果断选择后者，我也不藏着掖着，把张新阳勾搭周雪的证据全发给他，同时提醒张新阳那天让我去男科医院取检测报告，你小心他有脏病。我可不敢说得太详细，那样我很可能惹上麻烦。他作为感谢给我发了一个大红包，不过我没收。他又说：王先生，张新阳给你造成的伤害，后面我会加倍补偿给你。这句话我没当回事，现在有钱了，对别人画的饼完全提不起兴致。只是没想到张新阳就是个金壳子，这个李欣彤才是真正的有钱人。不过一天他就把张新阳赶出公司，第2天他跟他办了离婚，让他净身出户。他们儿子子轩当然是跟李欣彤，他第一时间让子轩换了家幼儿园。至于那辆迈巴赫也被他收回卖给别人，这些都是李欣彤本人告诉我的。他同时跟我说：王先生，张新阳对你的诽谤我已经让公司对外发声明做出澄清，你如果有兴趣，我们公司可以继续聘用你，职位升1级，薪资涨30%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但这个草是真的香甜，我果断答应。我对这家公司的工作再熟悉不过，回去继续干，等于是高薪养老了。再见到周雪和张新阳是在半个月后，我跟相亲对象在一家西餐厅见面，这对狗男女勾肩搭背走来。随便一提，相亲对象是我大学同学，以前我们就互有好感，只是毕业之后各奔前程了而已。他们2个看到我，脚步慢下来，张新阳指着我骂：兔崽子，是你阴的我对不对？李欣彤手里的证据是不是都是你给的？周雪看着我们，没安好心道：王向耀，我知道你因爱生恨，想毁掉我的幸福，但你是不是做得太绝了？你这样的人娶了谁都是在害他。他这一番话是想毁了我跟老同学的缘分。我看着这对狗男女，淡定道：随便你们怎么想，不过我看着张新阳脖子处的肿大以及周雪胳膊上的皮疹，一脸嫌弃：你们是不是有脏病？离远点，我怕脏。话音刚落，附近看热闹的客人全被吓到，赶忙往远处躲。周雪脸色变了变：你在说什么？你才有脏病，我跟我老公干净的很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幸福，牛逼！这才勾搭到一起几天就叫老公。张新阳一脸便秘表情，周雪还要对我骂什么？他拉着他快速离开。这顿饭突然就变得不干净了。我带着老同学送司仪离开。她就是你前女友啊？你看人眼光是不是有问题？他好笑看我，一脸温柔。我小心碰了碰他的手，这次不会看错了。老同学，给个机会行不行？他没说话，但轻轻点了点头。想到周雪吉可能已经感染，我果断给他工作的那家幼儿园发举报信。3天后，我下班回家，在公司楼下被周雪堵住。她这个时候已经戴上口罩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她想抓住我，我赶忙跟她拉开距离。她冲我大声质问：王向耀，是不是你投诉的我？我招你惹你了？你要这么坑我？没错，是我干的，你不会让幼儿园开除了吧？我承认。然后一脸惊诧：我只是瞎猜，你不是真有脏病吧？什么病？梅毒还是尖锐湿疣？他打断我：胡说，你肯定偷看我老公的检测报告了。我老公说是你传染的我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不会得那个病。什么玩意儿？我都震惊了。发现他出轨那天，往前2个月他都没让我碰过他，手都没给牵，我怎么传染的他？这个女人真是蠢得要命。我把我的那份检测报告找出来，别瞎说，我健康的很，是你们2个生活不检点，关我屁事。他看着我的检测报告，沉默好久，他颤声说：你的意思是？我看白痴的眼神看他，我意思是，不是你传染的他，就是他传染的你，就看你们2个谁更脏了。周雪，除了子轩爸爸，你不会还有子涵爸爸、宇轩爸爸吧？
我合理怀疑。他摇头否认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发现张新阳很有钱，谁知道他是上门女婿，有钱的是他老婆。那你好惨。我说着要走人，他在后面叫住我，王向耀你都搬家了，你是不是买房了？你不会真中2000万吧？你猜呢？我反问，不等他回答，就快步走远。他现在有脏病，我得远离他。我现在工作爱情双丰收，已经跟宋思怡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毕竟我们是老同学，对对方人品再熟悉不过。我没再关心周雪的动向，却在有一天晚上在某音刷到他跟张新阳在大街上大打出手的视频。视频里周雪一家围着张新阳打，周雪对他大骂，你这个瓢虫，明知道自己有脏病还勾搭我，你是不是故意传染给我？他弟弟连着踹张新阳2脚，妈的，这件事没有200万，我们不会善罢甘休。张新阳被打得狼狈不堪，跪在地上哭诉，我净身出户，哪有这么多钱？仅剩的钱都让你们花光了，你们不能这么欺负我，这对狗男女闹到这一步，真是让人忍俊不禁。2天后，周雪竟然找到我家来，她看着我们一家住的大平层，眼睛冒光。我把家门关上，跟她在外面说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她语气难得一见的温柔，向耀，我跟那个王八蛋没有结婚，现在我把他甩掉了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我无语，你染了一身病找我复合，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？他疯狂摇头，我问过了，艾滋是可以治的，你不是中了2000万吗？治这个病绰绰有余，我现在也不要彩礼了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向耀，你娶我好不好？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小区保安，快过来，这里有个神经病，赶紧把他赶走。周雪却是不肯放弃，他走之前又跟我说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我最坏也就这样了。你怎么知道你找的下一个会比我好？我答应你，以后对你一心一意，好好做你的王太太。我只觉得晦气，他现在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越想越气，一脚把他踹进电梯。我还是低估了周雪的厚脸皮。大半夜，他用小号加我，刚加上就给我发清凉照片，连着发好几张。又说道，向耀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你难道不想让我叫你死鬼？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会许你幸福一生。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了，他从不会说这种甜蜜话语，更不会发我那种照片。没想到都分手了，他跟我来这一出。那 PS 痕迹严重的照片我根本不敢点开看，我不耐回复，你用的什么 PS 工具这么强大？完全看不出来你有病。换以前他早骂我了，这次他却温柔道，是，我是有病，对你的相思病。我现在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再放不下别人。真是恶心，他爸给他开门，恶心到家了。我大骂，有病就去治，别在我这里发癫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遇到你这个大贱种，骂完就把他拉黑，不让他有机会反驳。我以为他终于该消停，没想到他贼心不死，又去网上直播，说我中了2000万就把他抛弃。他的弟弟在直播里控诉我，说我又抠门又心机深沉，浪费他姐大好青春，还故意透露了我的信息。不善思考的网友在直播间疯狂辱骂我，更有甚者给我打电话发短信，说我是人渣守财奴，让我去死。还有极端人士上门泼粪，把我爸妈吓不轻。我算是看透了，这种贱人不把他彻底打趴下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我选择报警，把所有证据提交给警察。因为这件事影响恶劣，这对姐弟喜提15天拘留。我当然没放过那些辱骂我和跑过来泼粪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该报警报警，该起诉起诉。有的被警告，有的被罚款，这个世界一下子清静不少。但这还不够，要知道脑子不好的大有人在。为了不让我爸妈再受惊吓，我在网上发布声明，讲述了我是如何发现周雪出轨，又如何被小三张新阳坑害。我把证据一一放上，曾经谩骂我的人又开始同情我。我对此完全无所谓，只要他们别再骚扰我们就行。在听到周雪消息已经是1个月后，周雪姐弟跟张新阳一起上了社会新闻。他们找张新阳要赔偿，他不给，他们对他疯狂辱骂。张新阳失去理智，拿刀乱砍，把周小磊一条胳膊砍断。曾经的公司老板，尊贵的迈巴赫车主，周雪一家眼里的金龟婿，如今落魄入狱，被判3年。后来的事是听别人说的，周小磊受了伤，周雪跟着老实不少，但他家人容不下他，要把他赶出家门，毕竟他现在没钱，又染上了脏病。他向周围朋友借钱，没一个人借给他。他勾搭上张新阳后，狗眼看人低，拉了不少仇恨，在圈子里名声早坏掉了。他好像开始出入夜店，在碰见他的时候，我包下一家餐厅，正在跟宋思怡求婚。他突然冲进来，摘掉口罩，要过来抱我。王相要你怎么可以背着我娶别的女人？你是我的，我才是你老婆。我后退，他上前，我躲避，他千方百计想抱住我亲。草，他这分明是想把病传染给我。这个毒妇，我一脚将他踹老远，对餐厅员工说他有传染病，快把他赶出去。同时给警察打电话，喂，你好，这里有个艾滋病人在报复社会。警察和相关执行人员很快赶到，要把他带走。
王香耀，你非要欺负我到这个程度吗？我只是犯了你们男人经常会犯的错，你一定要把我赶尽杀绝。周雪又在歪曲事实。我冷冷回应，你还是去找张新阳吧，他才真应该为你买单。我们早就分手了，你别再纠缠不清。你就没有一点爱我吗？他带着哭腔问。我抓住宋思怡的手，十指相扣，看都没看周雪，我对你的所有感情早就在你出轨那天灰飞烟灭。他崩溃，在那里大哭大闹，不过还是被带走。周雪的出现扫了我们兴致，但宋思怡还是让我戴上了戒指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对周雪太过绝情？送她回去的路上，我忐忑问。他眸子含笑看我，不会啊，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你当然要对前任果断一点。不过我要你再做一次体检，你会不会不乐意？怎么可能不乐意？我第二天就去医院，而且做了更全面的检查，除了嘌呤有点高，别的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宋思怡看到这份体检报告，靠近我，在我脸上轻轻吻了一口。这一刻，我真感觉我的世界花开了。从那之后，再没见过周雪，她好像完全从我的人生中消失。没了她，我的事业和爱情一帆风顺。李欣彤作为公司老板，很看重我，很快将我升为部门老大。这就意味着不能再抱着养老思想上班了，我只能带着部下披荆斩棘，拿下一个又一个大项目。这一年结束，我年终奖到6位数。这天，我在同城看到一个八卦，据说扫黄队抓了个小姐，患有艾滋，一查收款记录，1个月接了200个客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举报人是他弟弟，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我莫名就想起了周雪姐弟，不过他们应该不是主角。向耀，在看什么呢？我们该去给长辈敬酒了。宋思怡走过来，温柔挽住我胳膊。今天是我跟他的订婚宴，两家来了不少亲朋，很隆重。好，这就过去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只有美好和满足。周雪已经成为过去式，眼前这个女人才是我余生要倍加呵护的。前路风光无限。